我现在来到了吐鲁番的火焰山这一带啊。今天我请这个吐鲁番火焰山这边的好朋友啊，新疆本地人，就生在火焰山这边的艾克，跟我一起来游览一下这个火焰山这边的几个小景点啊。说起火焰山，那是大名鼎鼎，我们都是从《西游记》里孙悟空3借芭蕉扇里听到的故事。而现实中的火焰山就在吐鲁番东边，整个山长达100公里。今天维族小伙艾克开车带着我逛一逛火焰山这附近的几个景点。首先来到的是吐峪沟。吐峪沟的历史文化悠久，有2800年的历史。这里的旅游文物资源非常的丰富，有峡谷风光、千佛洞，还有古村落。这里的吐峪沟村和麻扎村都是中国历史文化名村，有着独特的村落布局和民居建筑。我们首先去村子里看一看。吐峪沟景区，这个吐峪沟村现在就在吐峪沟景区里。整个吐峪沟的大景区还有千佛洞和吐峪沟大峡谷。不过现在因为这里正在修路，大峡谷和千佛洞都没有开放，我们就参观一下这里的村子。整个吐峪沟有2-3个小村子。这还有网红打卡地呢，这都可以租是吧？这是麻扎树啊，吐峪沟村麻扎村。现在来村子里参观的游客也越来越多了。这是一棵古桑树，700多年的历史。吐峪沟村里有很多古老的桑树，这里的摊位都是当地人，也是希望能够通过旅游让当地人富裕起来。售卖的基本都是当地特产和出租服装。这个村子里如果穿民族服装拍照非常上相。20块钱1公斤。20块1公斤啊？一公斤20块1公斤。哇，都20块钱1公斤的。这是什么品种啊？长飞王。东西都不贵，所以希望游客都能买一点。8斤包邮。1、2、3、4个价格一样。8斤里边1包邮。很不错的葡萄干儿。哦，蓝宝石这种啊。这些蓝宝石。这也是吗？葡萄干20块钱1公斤，老板可以发货。10块钱1斤可以邮寄啊。这边都20块钱1公斤的，里边给加8斤包邮。艾克和村里人都很熟，认识的朋友。哦，谢谢啊。新疆的瓜果真的很甜。非常朴实的村民。港口。这个吐峪沟村是中国首批的传统古村落，是国家少数民族特色村寨的示范村，素有民俗活化石之称。这里的古民居非常有特点。这个吐峪沟村就是麻扎村，然后这个村子好像是1000多年历史。这个村落已经有上千年的历史了。村庄以独特的生土建筑而闻名，这些建筑主要是用黄粘土建造的，包括窑洞和2层的楼房结构。很多底层是窑洞，上层是平房，屋顶留有方形天窗。这家院子还拍过电影电视剧。阿纳尔汗的院子。那边有千佛洞呢。看这些原始的房屋，有很多的小装饰品，拍照很漂亮。送给朋友呀，给你们吃去。来帅的不大概尝一下各种各样的样子才有啊。他们的小院落都变成了网红打卡点，确实颜色很特别哈，有这种阿拉伯风格的感觉。这种建筑经济实惠，冬暖夏凉，而且造型还很美观。充分展示了当地人民的智慧和对自然环境的适应能力。看看这些房屋都是生土建成的，可以说是集生土建筑之大成。这是一个网红拍照角度，
有一个很漂亮的清真寺。小村子、小院落，十几的都有感觉。现在这个村子被命名为中国历史文化名村，是新疆现存的最古老的维吾尔村落，已经超过1700年的历史。和葡萄沟的青蛙巷相比，这里更加原始朴实。不过有些遗憾的是，这里的千佛洞现在没有开放。村子里的居民也不多，所以转一圈下来也用不了多长时间。这是从高处看整个小村落，都是就地取材，因地制宜，充分巧妙地利用黄粘土造房，是至今国内一座保存完好的生土建筑群，堪称中国第一土庄。后面看到的就是火焰山，它村子的房子都是这种黄土建的。这是它这个墓群，村子里有一大片古墓群，你看这上面。土峪沟就是火焰山下的一个小村子，基本在火焰山的中部。现在经过的是火焰山镇，这条热闹的街道是火焰山镇了。这个餐厅都成网红打卡点了，吃个中午饭。那羊蹄、牛蹄，缸子肉，这缸子这是鸽子汤，还有烤鱼，那是它的黄面。烤串儿、烤包子、手抓饭，哇，这里面还挺大的，坐外面了。哇，走走，买一大盘水果。中午准备吃他们家的黄面烤肉，它是火焰山的特色黄面烤肉。烤串儿，哈哈，谢谢啊。它这火焰山的烤串儿，黄面烤肉放到面里。这种黄面烤肉的烤串儿非常好吃。这个黄面3块钱一碗，烤串4块一个，经济实惠又好吃。黄面烤肉，不错。这烤串儿真的太棒了。要的是凉的，而且这个黄面也非常好吃。什么汁儿这是？杏皮啊，杏子呀。杏子对。哦，这个好喝。这杏皮加上红枣、枸杞，这个还挺好喝的。这家餐厅真的是便宜又好吃，而且环境非常棒。卖的这算是白兰瓜吧。吃完饭，我们准备前往火焰山的后山。火焰山的整个长度有100公里，所以很多地方都可以打卡拍照。今天带大家走几个景点，先去后山看一看。这是火焰山的最高峰，海拔高度800多米。这里也是唯一可以攀登的火焰山。夏天的时候，这里的地表温度达到了70、80度。这里有个登山的云梯，你敢去尝试攀登一下吗？这里算是位于火焰山的后山，下面就是火焰山的大峡谷。今天就带你游览一下这个火焰山的后山。这是火焰山大桥。整个火焰山长度有将近100公里，有不少景区，分布在前山和后山。今天我们要去火焰山的后山几个景区看一看。现在是在火焰山的大峡谷里穿行，前面看到一个像是馒头一样的山，这边就是火焰山的后山景区了。通常在夏天正午的时候，这个火焰山的山体会发红。现在已经9月了，好晒。这是火焰山啊，
这个算是火焰山有几个景区啊？这是后山这边的啊。这个景区那边有一个大漠艺术馆，然后这个后面是火焰山的一个最高峰，也是火焰山唯一可以爬上去的山。这是大漠土艺馆，这个景区还挺大的，所以这是也是一处依托火焰山的一个大景点。我们先到这个大漠土艺馆参观一下。这个大漠土艺馆占地6万平米，景点有20多处。土艺馆把建筑、壁画和雕塑融为了一体。万佛宫，对。先去万佛宫里看一看。万佛宫是大漠土艺馆的主体工程。这个大型宫堡是由3个直径10米、高12米的穹隆顶建筑组成。首先看到的大佛殿是一尊9米高的彩绘大佛，雄伟壮观，气派不凡。左右两边各有一个大殿，里面有很多的壁画。整个土艺馆把建筑、壁画和雕塑融为一体。这里是国家非物质文化传承保护单位。艺术品收藏馆，看看这个。这里有个收藏馆，里面展示了维吾尔族的印花布技艺、桑皮纸技艺、土陶技艺和转扇技艺。手推车跟椅子似的，织布机哈。这个景区九几年就有了，所以拍过很多电视剧、电影。大唐玄奘在这拍的，你看这是谁？这是一个中庭，给大家敲一下，祝福一下啊！哇，还真是好了，敲一下就行了，别给人敲坏了。这里的地下还有个八一老宅，哇，这里面。坐在地下好凉快啊！哦，1:1房哦，1:1仿制过来的。看看这个地主家的大院，地主家的豪宅。这是炕还是客厅的呀？哦，这大院哈，这是小房。看看他们的卧室。这个小房什么人住呢？小房就是他的儿媳妇嘛。哦，儿媳妇啊。小老婆住的感觉哈，啊，看一看，其实这还蛮温馨的。大房就是大老婆嘛，对。这是大房，大老婆住的。哦，这里面是相对富态一点儿，大地毯，通风也不错。咱们出来看到八一老宅。这个大漠土艺馆景区把历史文化盛迹和自然景观融合在一起，交相呼应。拍照打卡是非常不错的。哇，大弥勒佛，牛魔王，铁扇公主。这是《西游记》的雕塑。师徒来到了火焰山。我现在来到的是火焰山下的万佛宫，这里就是师徒4人哈取经路过的地方。我后面就是我的3个徒弟，悟空、八戒、悟净。我就来当一次唐僧吧。看看孙悟空，这个是丝路古堡，这应该是当代艺术做的。哇！这些建筑艺术使得蜚声海内外的大漠生土艺术在吐鲁番火焰山这一个特殊环境里可以说是发扬光大了。你看这个雕塑是感觉应该是唐僧成佛之后是吧？上面是孙悟空，下面沙僧八戒在这左右。丝路古堡，这些都是生土雕塑。这是芭蕉洞。整个土艺馆把建筑、壁画和雕塑融为了一体，打卡拍照非常漂亮。所以这是一个拍照打卡能出片的地方。我们坐这个车转一圈。
图语馆的旁边就是火焰山大峡谷。这个大峡谷长有几公里，坐景区的交通车下去。这是火焰山大峡谷，被称为世外桃源。这个桃是葡萄的桃。上面有个云梯，这个山非常高啊，这个山的海拔有800多米啊。所以如果从这个山脚往上爬，在太阳底下是非常辛苦的。我目前还没有看到一个人去爬上去呢，我准备挑战一下。在上面那个那个真是够高的。火焰山镇这边周边的山都是火焰山，所以它有几个景区。这个景区呢，相对来说来的人少一点，但很有特色。这个大峡谷里面还有一些绿色植物，还能种点葡萄。现在走过吊桥，来到了峡谷的另一边。这里还真的有一些葡萄架，葡萄架旁还有一户人家。现在开始爬山了。火焰山峦上，这是山脚下看到的大峡谷。哇，好高啊！这个山的海拔高度是800多米，垂直高度至少也有200-300米吧。试着爬一爬，有一条云梯直通山顶。没有过不去的火焰山。我现在来到了火焰山下，这个云梯非常高啊，爬一爬试一试。这个就是火焰山。现在已经进入9月了啊，这个气温已经明显降低了，现在只有30度左右啊，30度出头。如果这个6、7、8月来，这个地方应该有将近50度。这是火焰山下的大峡谷。山坳里的大漠图语馆。整个后山这片景观雄浑粗犷，大气磅礴，把奇特雄伟的大漠风采展示得淋漓尽致。现在不少来火焰山的都会特意来这个后山逛一逛，下次经过火焰山到这边来看一看吧。这是火焰山的前山景区啊，我背后就是一个金箍棒形状的一个温度计，背景就是火焰山。现在显示的温度计是54度。说到火焰山，可以说是吐鲁番旅游的一张名片。最早记录火焰山的是《山海经》，隋唐时这里被称为火山，到了明初这里才真正称它为火焰山。让火焰山家喻户晓的就是《西游记》了。都知道火焰山是非常的热，游客来火焰山打卡也是想一睹它的庐山真面目。我们现在从火焰山的后山前往前山。前山有2个关于火焰山的景区，
我今天把2个火焰山景区都拍一拍，看看你喜欢哪一个景区。看着人非常多，旅行团的占了一大半，很火爆啊，全是游客。首先来到的名字就叫火焰山景区，是个4A 景区。这个景区就位于火焰山下，有很多的人文景点。这是景区入口处的西游广场，从这里往前进入地宫参观。这是地宫里的长廊，两边都是浮雕《西游记》的故事。长廊里面都有一些《西游记》里面的故事。这是怒达假国丈。进入地宫的大堂，像是个博物馆，像一大宫殿似的。如果是夏天，在里面会感到非常的舒服。整个火焰山有98公里，7条沟，这个平均海拔大概500多米，最高峰800多米。这里可以看到很多对吐鲁番历史文化进程做出过杰出贡献的人。整个是一个文化长廊，玄奘开始。这是真人的啊，全程四不下雨。林则徐跟火焰山有什么关系啊？都是来过这个地方。他也来过哈。林则徐到过这4次啊。新疆的吐鲁番卡尔金他发扬了光大。这是金箍棒温度计。出了地宫，看到一个巨大的炼丹炉，排队上去拍照。台子上是个八卦图，上面立着一个高12米的金箍噜棒。很多游客在这里排队拍照打卡。从这里爬到上面看一看，更加清楚地看到这个炼丹炉、金箍棒、温度计。金箍棒、温度计，背景火焰山，现在是54度，哇，好夸张啊！好，我现在来到的是吐鲁番的火焰山，这是火焰山的前山景区。我背后就是一个金箍棒形状的一个温度计，背景就是火焰山。现在显示的温度计是54度，太夸张了吧！今天的温度其实是30度，30度多一点。但是这个金箍棒的它的温度显示是地表温度，所以它出现的地表温度是50多度。据说火焰山这边的地表温度最高达到过80多度。这很多浮雕前都有人在拍照排队。这是《西游记》的师徒4人的一个浮雕。这是火焰山下的《西游记》的师徒4人浮雕，很多人在这拍照，好多人。这边有很多雕塑，铁扇公主，你看看这些人，罪恶的小手，是吧？你看很多人罪恶的小手，摸亮了。这个景区人气非常旺啊，很多人在这拍照。火焰山下大片的空地上有很多的雕塑，火焰山基本都是《西游记》里的各个人物造型。这应该是牛魔王，这是牛魔王。你看小马还享受了打伞的待遇。哦，这就是烤鸡蛋。哇，这是现拿出来的是吧？这是火焰山的砂锅烤鸡蛋。这个夏天的时候都是用自然的温度能烤熟了。火焰山这边有一个特色哈，就是砂锅烤鸡蛋。这个在夏天的时候就是那个自然的温度烤出来，但因为今天的这个温度有30度出头，所以他用那个大的那个算是烤馕那个烤炉烤。尝一尝这个。来火焰山都会尝一尝这里的砂锅烤鸡蛋。这是拍照的人。景区里有各种各样的背景板供人们拍照打卡。也可以骑骆驼去山脚下拍照。可以看到远处的火焰山都有很多条沟壑。真的有些人不怕热。据说是猪八戒用耙子爬出来的。这里还有直升机体验项目，所以这里是不能飞无人机的。如果夏天外面很热，可以快速的回到室内。这里也有 VR 体验馆。这个景区算是比较早开发的，
这几年又增加了很多的设施。这个标志火焰山。目前它是4A 景区。离这个火焰山景区不远的地方，还有一个以火焰山为主题的景区。2个景区相隔只有几百米，带你去参观一下。这是停车场这一个芭蕉扇，这上面显示的温度大概也是40度吧。这个景区是3A 景区，名称叫火焰山大景区。据说它是以5A 级旅游景区标准打造的景区。它以火焰山特殊的地质结构为基础，植入了高科技的旅游产品，着力打造成国内首家全景式梦幻西游的主题旅游区。这个景区可以更加贴近火焰山山脚下，去到山脚下可以坐景区交通车，也可以坐这个特色的小火车。这列小火车在地宫中缓缓穿行，沿途可以听到《西游记》里头3界芭蕉扇的故事。比较精彩的是，有相当一段时间可以通过两边的大屏幕看到鸿篇巨制孙悟空3界芭蕉扇的精彩故事。这个大型的动画片设计得非常精致，有一种看大片的感觉。这应该是特别为景区制作的吧，好像在电影院里没有看到过这个。非常精彩的影片，感觉还没有看过瘾就结束了。下了小火车，前面是龙宫，比较贴近火焰山脚下。进入龙宫，这个龙宫里是火焰山国家地质公园的科普教育基地，可以了解为什么火焰山是红色的。出了龙宫，就感觉来到了火焰山的脚底下。这里有18根柱子，是萨满族的图腾柱，象征着99皈依。上面有栈道，神泉。这里还有个0海拔的标志，也是有科普宣传作用。因为吐鲁番盆地是中国最低的内陆盆地。现在又进入了另一个洞口，前面是神泉，里面好凉快。不过这里的神泉水是不能喝的。藏泉就是山脚下的神泉。为什么这里称为神泉呢？因为有个神话传说，这是火焰山脚下的神泉。好像唐僧在过火焰山是为唐僧，还用这个神泉疗愈的。这个神泉的是慢慢渗出来的，恒温据说15度只有。但是这个神泉对一些皮肤病啊，是吧？这东西泡一泡应该是挺有效的。这是上面的火焰山风化，还有栈道。不过夏天这里是非常热的，能爬上栈道去也是不容易的，所以我今天就不爬这个火焰山了。但这些并不是火焰山大景区的全部。前面还有一些地方可以玩一玩。从火焰山山脚到这个游乐区还有1-2公里的路程。这里应该是景区车上下车的地方。风沙，这边也可以骑骆驼、坐越野车。据说这个火焰山在夏天的中午高温下最容易出现红色，也是做了很多《西游记》里面的人物造型。红孩儿。
的地表温度是51度。这些拍照打卡的地方和另一个景区也差不多。反正作为游客来吐鲁番，都会到火焰山这边拍拍照、打打卡。天气热，可以吃一个网红的冰棍儿。这2个景区逛完了，你更喜欢哪一个呢？